我那个买房阿元不是在拍会员影片嘛？会员影片啊，我想做一些有的没的企划啊，那就是比较好看的企划啊。好，这个我再想一想哦，你让我挣扎一下啊。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哦，这个说不定有机会来拍一集。就是观众朋友里头，你有没有那个阴阳眼？如果你有阴阳眼，或是你很能感应的话哦，来那个我帮你出车钱，来我们去看房子，你帮我感应一下，看一下怎样。然后我要2个哦，我要2位哦，不能是只有1位哦。我要2位哦，可能一个是阴阳眼，一个是阴阳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能感应就好了哦。最好2个都是阴阳眼，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个房子哈。那不是说侦测有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去看事故屋了哈。那你帮我看一下说，哎，我会请你画哦，就2个人都发一张纸，然后你来画你看到的样子哦。然后另一位阴阳也要看他画，看2个东西一不一样嘛，对不对？不然只有一个人去说有东西，我怎么知道？我又看不到哈。就让我们交叉比对一下，对啊，那。这个企划应该很好看吧？我自己想想都刺激。到时候真的到事故门口，你们2个去好了。我纸笔在外面准备好等你们，你们出来画给我啊，这样就好了。我帮你出车钱，这个我们来拍拍看，看有没有那个真的很厉害的哦。凶宅辨识 SOP， 一查秒毙，低价陷阱，买房前必看哦。先说结论，就不要贪小便宜啊，然后多逛事故地图这个 app。你就不容易遇到凶宅，对啊，我自己也在看了哦，就没事嘛拿起来看哦。那想要看的房子附近，反正有要去看房子之前，就先查一下，看一下这个社区或是附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该跟爸妈拿钱来买房吗？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怎么辨识凶宅哦。这次我们来讲凶宅，就是你房子看久了，很可能会不小心就看过凶宅哦，就真的看过，就是啊，看着当下你也不知道哦，应该没有谁说哦这是凶宅，真的假的啊？有多凶？来走，应该没有这种变态哦。那我们就来说你要怎么辨识这间房子是不是凶宅，因为现在有规定哦，凶宅是需要告知的，就事故屋啦，所以房仲通常也会在591上直接标示出来，例如这个哦。他写故事屋哦，时光回到8年前，他不凶，只是不想起床了，什么东西？那这就很明显了哦。不然就是标题会写有故事的房子哦，就这样，这就是事故。我们顺便讲一下那个常见的术语哦，有故事的房子，就这样，真的，你现在到591，你也查有故事这3个字，你会看到了。然后现在还有一些术语啊，就在讲说它的凶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可能是要让那个潜在买方来判断说这到底有多凶，然后买方自己能不能处理这样又不直接就是代号啦哦，讲给你听，像晴天娃娃、荡秋千哦这就是上吊，美式炭烤 BBQ 哦，那这个就是烧炭，妈的叫人家 BBQ， 空中芭蕾小飞侠就是跳楼哦，无限畅饮哦，这比较少听到嘛，对不对？无限畅饮这是吃药哦，吃药吃死的。就吸毒了，吸毒到暴毙的这种。反正如果你觉得房仲的文案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就除了写一些很正常什么前后大阳台、标准大3房、离捷运站怎样之外还写出一些有的没的故事，什么前屋主登出之类的，那10之8九那个就是你自己就要多加小心这样。然后你要知道不算事故的事故屋我们讲一下凶宅这很容易有争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凶宅是需要告知的。那会出问题的地方，就是目前在政府的认定标准，例如说有一个人他是5楼的租客，然后他心情不好被甩还是怎么样，或被人家倒债或欠人家钱，他就跑到顶楼跳下去，然后撞到2楼的露台，然后才挂的。好，请问哪个是凶宅？这有3个事发地对不对？他是5楼的租客，他跑到顶楼然后他挂在2楼的露台2楼露台户一定觉得很酷吧或3楼的露台户就是哇，那时候看到这个露台好棒我可以种花种草，然后小狗就在那边遛很不错。结果有一天砰一声，然后去看怎么有个人就这样。那哪件是凶宅那顶楼跟2楼就是起始点跟终点所以5楼反而是不算的，因为它是租客，它不是事发发生地。也就是说，如果5楼你拿出来卖，房仲可以不讲这个是凶宅这样。然后凶宅的认定真的是你去问房仲会一大堆版本。以我刚刚的案例，就会有人说2楼不算，即使他是挂在这个2楼的地方，他就2楼不算，因为他从顶楼跳下来的。可是顶楼没有门牌所以就没事大家都没事。
就房间你的邻居还是会讲啊。假设那个2楼下一次再卖有买房这个碎嘴的邻居看到还会提醒他一下，邻居都说自己是好心提醒他一下。那个你之前接过人，什么叫做接过人？就是掉下来的时候被你家露台接住这样那要怎么处理？吊车把它吊出去不是就是把它抬起来黏哒哒的，然后那个湿漉漉的可能还掉东西，就这样子走过那个2楼的客厅，然后走出去，嗨不嗨？超级嗨！中间可能还滴东西你就自己擦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么凶的东西我自己是没有遇过那5楼拿出来卖，房仲可以不说它是事故无凶宅因为法规上这样就不算。有没有办法避免？有办法就是你去 Google 搜寻事故地图跟台湾凶宅网，在你买之前查一下，会比较有机会避险。然后我建议你不要没事就去乱查你家附近或你家的社区，不然我怕你晚上不敢出门他写的很多，就是新闻会把几楼都写出来我乱讲，假设7楼，然后发生过凶案，然后就是新闻报道嘛。现在高雄美术馆有很有名的案子叫相尸案行李箱的相尸案。哇，这个就是凶宅还是有分凶狠程度的就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无害就比较没有关系处理起来比较简单的，就是不是那种怨念的，比方说就自然过世自然过世它不属于凶宅可是在道义上还是要讲，就看那个房仲的道义跟邻居他也会讲。之前有一个老先生他在家里自然身故躺在床上然后过好几天都臭了才被发现之类有没的他就是自然身故嘛，他就可以不写嘛这个大家还是会有疙瘩这个就是我说那个台湾在认定凶宅上的标准不够清晰就会变成这样。那凶宅的认定是怎么样？非常严格的。为什么？你不能就一个家里的老人躺在床上就这样算走的安详就走了，然后就把它登记成事故，那很影响行情嘛。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标准很严格。那其实还有附近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自己听了心里会有疙瘩，可是法理上它确实就不算，确实不算会有一个什么正面的结果，就是银行的建价不会有问题就这样。然后那个我真的很好看像那个相尸案因为那些闹得很大的刑事案件社会新闻都跑出新闻了，就不是说某个社区都很低调，就好像没什么关注这样就到社会新闻这种程度就会很凶很凶就会怎样，会影响那个社区的房价。像那个相尸案，你如果太无聊了，你自己去查一下就什么把人杀了，然后把那什么对折放到衣柜里，你放衣柜就放衣柜，对折是什么东西就这样。然后那个社区我之后还去看过2次，反正就是说我不是看那一户就是说不是这一栋但是整个社区就会受到影响，因为那个社会新闻会直接拍那个社区的，他不会把建案名字拍出来，但是像我们在地生活，我们一看就这不是那个吗就这样。因为凶案还是有分大凶小凶之类的。好那个事故地图蛮好看的那个我还有看过路边就不是住宅的是路边，就在我们这边而已路边。我想到路边怎么也会有一个点，然后我把它点开来看是这样，就是成年的新闻，多年前的新闻说警匪枪战逃逸然后逃到这边下来跟那个警察互相开枪然后歹徒中弹倒地挂了，所以那个路边变成凶宅也不是嘛，对不对？因为那个路边又没有门牌，又不能买卖反正很好看你没有付费你就看广告就没事我们就多看。还有一个就是说知名的社区其实它的凶案根本不多，好不好？就被人家传来传去，传到一个爆裂就这样，所以蛮好看的。反而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在传一些凶案事故的社区，那个才多了结果在市场中它名声反而比那个人家乱传的乱七八糟的还要好很多。在新湾区知道就知道我在讲哪个社区来，最后你要知道怎么避免误看到凶宅这个我们也讲一下。就中产阶级很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一对夫妻要自产或者怎么样买房子。那我听到的是这样，就是你平常也没什么时间在那边去巡逻591你是有空的时候看一下，然后突然有一天被你发现这房子这么便宜，就觉得说这个看屋况还不错赶快去看就这样中了。来，例如说这个新闻哭误买超有名凶宅，卖家坚持不退订，律师说话了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网友看房的时候，房仲有跟他讲说这个有租客在这个屋里发生过一些意外，然后送救护车，在车上过世，所以他认为是一般的死亡，就还好对，这个讲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烧炭或是吃药之类的，然后有被人发现送医
啊，结果是在医院或是救护车上才走的，什么欧卡嘛，对不对？那这个在法律上也不会被认定成是凶宅。你看法律多么的贴心，帮屋主这样子把它弄到超级严格，才会变成是凶宅哦。因为他死亡地点要是在该处那个才算，所以这个网友就不以为意嘛，他就想说，那就不算凶宅，没有理他哦，反正他便宜啊，便宜好几百万。那等他下定以后，房仲才要求他签那个告知事故同意书，此时才知道说，哦，这件很凶，凶是多凶，是妈妈现在家里杀掉2个小孩子，然后他自己在自杀这样。所以啊，这个网友就要告这个房仲哦。好，我们还是讲一下为什么这网友会中计，因为当初这间房子同栋哦，其他户开1800万，然后这个物件哦，他只开价1200万，你看一来一往开价差600万呢。哎，对啊，然后就网友就觉得捡到便宜，他就去下定哦。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怎样被贪念蒙蔽了双眼哦。那解法是什么？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要多做一手准备，去调成本去干嘛的哦。你看到有漏，第一步不是马上去下斡旋，而是打电话确认。房仲要是知道，他电话中就会跟你讲，他很怕麻烦，我骗你来签之后就是准备诉讼，很麻烦，然后服务费还没到手，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哦。他能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了，不然为什么591上要直接写有故事的房子？他就是在筛选哦，还能接受的人你再来这样。好，那问一下房仲说，这间房子这个价钱有什么问题？很大几率房仲就会跟你讲，这个有事故就这样。市场中也有一个流派专门在做事故屋的，通常是直接就斩钉截铁的，就很明快的就跟你讲，哦，这个有事故，就这样。然后看你自己想不想聊天，那是怎样？哦呦，好好奇哦，那你自己去跟他聊就这样。那或是房仲就是自住屋，然后就没有啦，就没关系啦，那个我们现场看啦就要把你约出来再看就这样这个就是有问题。有问题，那你还去，不是活该吗？市场中存在一派专门去做事故，他就是便宜，然后他们买都不贷款的那个我之前影片也拍过，通常是一些宗教团体专门买来，他也不是什么自产的用途，他就是说就东买西买，买一些宿舍大概就是这样，给师傅住的，不是同一个师傅就是轮流，可能这边要办一个很盛大的法会，然后就开几个房间来用，就给他放着大概就是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
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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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讲故事，这个跟你分享一个跟前辈聚餐的时候讲的故事你听听看，就跟这个凶宅有关，也不是说凶宅啦那个讲起来他说不是凶宅，只是说有一次晚上接到电话房仲的电话说去看有一间便宜怎么样，这种东西都是这样如果真的有漏的东西，那个晚上打电话你就要去了，甚至你就要直接先下窝再说了这种东西会抢，因为市场中就确实有人专门在吃这种东西那个都发生在晚上连591都还没有来得及上去。总之就是这样，他就接到，然后就跟一个投资客朋友一起去看说台北来的，然后在外面停好车走进去，走到社区以后，然后说他那个朋友有感应，他自己投资客然后他有感应就搭那个电梯越到那个楼层的时候就越不舒服他演给我看，他就越不舒服，然后那个电梯我们不是站着闲聊或是干嘛，然后他就要靠着那个栏杆，然后就整个人就很不对劲，很不舒服这样。说你怎么了？然后说没有，没事然后就继续走进去打开那个房门的时候，他们就进去看嘛，因为我们是没感应的麻瓜，我们就看嘛就没什么。可是他的那个朋友台北来的投资客那个就举步维艰，然后真的是演给我看，他说那个走，然后就非常的脸色很痛苦这样，然后就说你怎么了？这还好吧？你怎么了？这房子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说等一下，乖乖有东西，那不要看了，那我们走了，然后继续。就是撑着把整个房子巡完这样巡完的时候，他那个台北有感应的朋友状况已经非常的糟糕，他说前后大概5分钟而已这种房子你还慢慢看就慢慢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漏水上去简单看一下然后就这样子了。然后看他的朋友越来越不对劲，就是那个严重的程度是加剧的。后来就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到电梯，那个他说他朋友已经蹲在地上了然后很难过，然后有那干呕这样就觉得说我靠，这是怎样？有那么严重吗？要吐了吗？这个吐在电梯不是很麻烦忍一下，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一到那个1楼以后出去他们就小跑步，扶他朋友小跑步到那个车子旁边他们的车子旁边，他说一到车子的旁边那个台北来的投资客朋友就直接扶着车子开始狂吐，然后一直吐，然后就蹲在地上那样吐，就真的有吐。然后我想说这也太夸张了吧，知道便宜，知道可能是事故，可是怎么那么夸张？这个感应也太凶了吧。然后就面面相觑说哇，所以刚刚我们看的那房子这么的凶可以到这种程度这样吐然后说吐到他鼻涕眼泪满脸都是，蹲在地上扶着车子很痛苦这样，然后吐。他说你还好吗？怎么了？很焦急的询问，然后就讲一句那这件不要考虑了啦，这个危险，这个我们就走了然后他那个投资客朋友就满脸鼻涕流眼泪，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们2个就说没关系，反正不是我要住的你看坚强的投资客反正就这样。他事后是跟我说他就很敬佩啦，就是说哇这才叫投资客，你知道如此的硬派，自己都快不行了，然后呢只要价格合理到位还是可以对不对？他还是敢买下去然后找人装潢整理出租以后不是他来住的后续怎样我也没问，我只觉得怎么有人那种北蓝反正就是这样就事故。然后之前也跟那个同事在讨论到说，我那个买房阿元不是在拍会员影片嘛，我想做一些有的没的企划那就是比较好看的企划好，这个我再想一想你让我挣扎一下如果真的可以的话这个说不定有机会来拍一集。就是观众朋友里头，你有没有那个阴阳眼？如果你有阴阳眼，或是你很能感应的话来那个我帮你出车钱，来我们去看房子你帮我感应一下看一下怎样。然后我要2个我要2位不能是只有1位我要2位可是一个是阴阳眼，一个是阴阳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能感应就好了最好2个都是阴阳眼。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个房子那
不是说侦测有问题没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去看事故屋了那你帮我看一下说，我请你画就2个人都发一张纸，然后你来画你看到的样子然后另外阴阳也要看他画，看2个东西一不一样嘛，对不对？不然只有一个人去说有东西，我怎么知道？我又看不到就让我们交叉比对一下，对啊，那这个企划应该很好看吧？我自己想想都刺激，到时候真的到事故门口，你们2个去好了，我纸笔在外面准备好等你们出来画给我这样就好了，我帮你出车钱，这个我们来拍拍看，看有没有那个真的很厉害的然后画出来，2个人居然画的都一样，那就真的有嘛然后那个歌曲，居然2个人都画在沙发上，那就中了嘛，那就是有嘛。就不要2个人在画20-30分钟画不完，然后我就看到底怎么了，有人来画嘛？没有，他人太多，那也可以那一间就你敢你再去买吧，我是不敢，就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